朋友们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开车被加塞，怒火瞬间冲上头顶；和爱人吵架，气得整晚睡不着；工作压力太大，焦虑到胃痛。这些烦恼像野草一样疯长，越想摆脱，越被缠住。那么，在生活中，我们究竟能不能时刻脱离一切烦恼呢？答案是可能的。因为烦恼忧愁本不存在，我们之所以会产生烦恼和杂念，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有看见它产生的原因和运作的规律，所以被外在的表象所迷惑，执着于虚幻的东西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们只有知道了烦恼的来处和产生的原因，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百战百胜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在生活中对治烦恼的方式很有问题，比如强行抑制烦恼，这就是在以石压草，草还是会生长出来的，并没有根本消除，重现只是早晚之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很多人对戒定慧的戒有很大的误解。如果必须靠持戒来逼自己说我不能干这个事情，或者说靠大量的念经、抄经、做善事来挤兑注意力，这些或许勉强可以，但是治标不治本，因为终究还是在以形治性。如果那些高僧大德活得这么别扭的话，那一定就完了。要知道，就算是暂时压抑住了，你的痛苦、烦恼还是在那里的，所以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。修行真正要修的是智慧，是清楚明白后的以性施行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烦恼底层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和生命，在佛家看来由7个要素组成，分别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。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呢？我们可以理解为物质世界的表现形式，一切有形有色的物质现象都可以认为是地。水代表物质世界有湿润的表现，火代表有温度，风代表有运动，空代表一切物质表现都需要一个空间来发生。而见与识呢，则是生命精神世界的表现。拿一块蛋糕来举例，就相当于是一块地的集合，我们用刀去切成2半，拿走一半，剩下的继续切成2半，如此循环往复，那么永远都会有一半物质现象存在。这便是《楞严经》中空不待息的道理。所以虚空不是因为把物质无限分解至最小，最后就息为虚空了。同时，物质的表现形式可以被我们认知到、被观察到，所以也称为色。但是最小的物质结构，又是由几个更小的物质结构所组成呢？显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似乎更小总由更小组成。这便是《楞严经》中色不待合的道理。空不待息，色不待合，也是现在科学研究的瓶颈。科学已经把物质分为最小的粒子夸克，再往下分就已经超出了现有的观察能力，所以科学不得不提出种种新的假设来弥补空与有的问题。比如说，假设最小的物质微粒是由一个个非物质的能量弦振动而产生，不同的振动产生了不同形状的最小微粒，这便和佛家的世界观呢有不谋而合之处，就是都认为有一种存在的本质，它统一了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。这样的本质，佛家起了许多名字，比如自性、真心、菩提、觉性等等。既然地这种物质现象是由某种非物质的本质产生，那么以此类推，水、火、风、空等等物质世界的表现形式，乃至精神世界的烦恼与喜悦，也都是由这种本质所产生和演化的。所以空不待息，色不待合的道理饱含着解脱一切烦恼的智慧。我们习惯性的烦恼，
并不能因为今天做些什么，明天学些什么，然后到有一天就没有了。唯一的解脱之道不是做加法，不是通过解决更多、改变更多而达到解脱，而是要直接体悟到那个烦恼产生的地方，它与快乐的产生没有区别，都是自性。体悟到自性，烦恼即是菩提，不用等内在烦恼消失，解脱与喜悦便会同步出现。要实现解脱，我们还需要明白精神世界的两个元素见与识。当外在有了物质现象，生命要产生认知，首先就要有一种能见的功能，就好像外在的明暗是被眼睛看见，这个便是眼睛的觉知，称为见。当眼见呈现出了一幅图案，还需要有一种识别的功能在其中，我们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。就好像眼睛之中还有一种识别的作用，能够分辨出图案之中的不同。就好像街上熙熙攘攘有很多人，眼识便能从图像中识别这个人不是那个人，这个颜色不是那个颜色，有一种区别与区分在其中，让图案层次分明、清晰明了。这种能了别的作用便是眼识。再进一步，我们的大脑开始活动，开始分别眼见的图案中，这个是男人，那个是女人，这个是黄色，那个是绿色。这便是大脑的识别作用，也就是意识。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意识是建立在眼见与眼识、身见与身识、耳见与耳识等等之上。首先要有能见，能觉知，识别出了不同，意识又进一步来分别和归纳不同。楞严经中认为，我们认知世界的第一步见，是离不开物质世界的地水火风空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眼睛所能看见的一切，都离不开一切物质表现的明暗空有现象。就好像我们看见空中有朵云彩，这个能见超不出天空，超不出云，离不开光线的明亮。但是呢，离开了天空，离开了云，离开了光线，能见依然存在，依然不变，只是看见了黑暗。哪怕是我们看见了幻觉，这种幻觉也是曾经的物质影像在大脑中组合的幻象。但是另一方面，生命能见的这种作用，也不会随一切所见的现象变化迁移。就好像我们眼花了，我们依然能清楚看见眼花的图案。眼睛受损了，能见的作用也能呈现出黑暗。能见与所见在一种对立和对待的关系中，又表现为合一的一体性。意识能够识别的作用，又离不开能见与所见，三者同表现为一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精神作用与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体的，皆因一种本质而生。体会到能见与所见的一体性，体悟到自性，我们也便可以从源头上解决一切内在的烦恼与迷惑。如果陷入能见与所见的对立，即是我们所认知的二元世界，即是处处充满了矛盾和对抗，即是时时充满了我和你、我和现实、我和内在的对立，即是烦恼、痛苦、迷惑的产生。而佛法被称为不二法门，即是一切是一不是二，一切都是本质和自性的体现。体会到这个便是悟。所以我们单纯陷入能见的觉知作用之中是无法悟的，单纯陷入所见的现象、思想、念头、情绪、认知之中更无法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头脑飞速地运转，去学习探究各种智慧和知识，想要实现开悟，想要领悟存在的真相与意义，想要解脱一切内在迷惑烦恼，其实全部都陷入了头脑的所见之中，陷入了烦恼与迷惑本身。那种认知与情感，都是因意识的分别作用而产生的种种原因。但是头脑的运转也是必要的，
我们也需要去思维智慧和真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发现头脑的识别与运转功能，其实与被运转的现象没有区别，都是自性的一体显现。至此，我们的头脑才算是真正学会安静了。这时候情绪便也清净了，本心也便出现了。一切都是开悟的，一切都是一体的，一切都是自由而解脱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实现悟难免也需要一个过程，就好像一个开悟的人说，人人本是开悟的，处处都是美好的，对于他来说是真的，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，这只是一句话而已。这个人需要大量的证明和体会，才能最终发现那句话是真的。只不过这大量的证明与体会不是去证明更多，而是瓦解掉自己根深蒂固的认知与习惯，也就是《道德经》所谓的为道日损，最终发现自己本就是悟的，一切现象都是开悟的，只是曾经迷了而已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迷惑呢？有哪些迷惑呢？从根本上来说，都是因为没有把能见与所见融为一体。就好像很多人认为世界是真实的，自己的眼睛、耳朵、大脑也是真实的。眼睛、耳朵、大脑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念头与情绪等等，便是真实的我。这便是内与外的对立，不是合一。所以真正的悟，应该是体悟到所有的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是一体的，见与所见无内无外，本即是一。一切物质现象与一切精神现象本质无二无别。这也即是《楞严经》所说的物质世界的地水火风空，即是一切生命的见与识。见与识即是地水火风空。我们也能常听见一句话叫做四大皆空。四大即是地水火风，四大皆空不是说它们本质上是空无的，而是说四大与空是一体的。这也即是《心经》所说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一切空与色，能见与所见，皆是那个存在本质在自己证明自己。这就是我们前2天刚讲过的自证分。我们可以通俗理解为，所有能见与所见都是宇宙本身的一体自证。就好像禅宗中的一个典故，说是有一位禅师修行许久都未开悟。有一天呢，他走到一个卖肉的屠户门口，现场买肉的人都纷纷嚷嚷着要最好的精肉。屠户有些不耐烦，一气之下大声喊道：哪一块不是最好的精肉？禅师听到这句话，当即开悟。哪一块不是最好的？哪里不是最好的？一切都是自性本性的体现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念头和那个念头没有区别，本质上没有哪一念不是哪一念，都是自性的不变随缘。我们这一刻感受乐，下一刻感受苦，但我们的本质从来不苦不乐，清净本然。这便是自性的随缘不变。我们此刻心中有一团烦恼和担忧，和万里之外的天空有一朵乌云下了一场小雨没有区别，都是自性产生的现象。我们此刻心中有一种喜悦和解脱，和万里之外的草原上羚羊与斑马的欢快跳跃没有区别，都是自性本身的体现。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忧与恐惧的。生命中处处都是开悟的，花是开悟的，树是开悟的，天空是开悟的，你是开悟的，你的快乐是开悟的，你的担忧与恐惧，每一种念头与情绪，也都是开悟的。透过一切现象，都有自性的无限与美妙在其中流淌。所以一切烦恼都不需要我们刻意去灭，全是即理，全忘即真，都是自性的变现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